哎，我想问一个事儿哈，就你们各位的男朋友和老公，他们前女友的照片，他删不删？我和我老公昨天因为这个事儿整的挺尴尬，我现在三观有点乱，我都不知道谁对了，给你们讲讲，你们帮我掰扯掰扯，是咋回事呢？这不从3月份开始，孩子幼儿园就关了吗？俺家在澳大不就一直跟俺这俩大人搁家待着，就一家三口一天无鸡六兽的。这不最近开始就规则放宽了，可以见人了吗？俺们的好朋友就俺家孩子最喜欢的艾莎阿姨就说的，你俩把孩子给我给你看一下午，完你俩可以放松一下，享受一下二人世界。你说这世界上最悲哀的夫妻莫过于啥样？就我跟我老公把孩子送走以后哈，一到家我就瞅着我老公，我当时心里就寻思，你说这我要是能把他也送走，那该是个多美好的世界呢。过了能有半小时吧，就俺俩把彼此的后背都彻底挠了一遍以后呢，就也觉得这么过有点辜负光阴。后来我说的，要不然咱俩看看当年婚礼录像吧，就追忆一下你当年有头发时候的样子。完，俺俩坐在电脑前边呢，就开始看婚礼录像。看完婚礼录像呢，就开始看以前照片。他的电脑里边存着他所有的照片，完事都是按照就时间年头分类的。完，俩就这么倒序的开始看，就是生孩子的，完事结婚的，结婚之前就谈恋爱时候的，就给我看的还挺感动的。完事就是一直往前倒，结果倒大发了，一下到2007年去了。一打开，哎呀天哪，全是他和他前女友照片。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没赶上好时候，为啥当年他跟别人的时候风华正茂，后来轮到我的时候像个散炮呢？但是话说回来呀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好汉也怕晒青史，听人话，吃饱饭，前女友是大炸弹。我一直觉得吧，我可以说是一个不太爱吃醋的懂事女人，但是看着前女友的喂他吃蛋糕的镜头，我咋就那么难受呢？就是那种难受，他闹心在哪儿，你知道不？踩着牛粪咱刷腿，咬着虫子咱涮嘴，翻照片翻着前女友，一腔膈应不知道往哪怼。我当时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前女友照片你不删呢？我老公当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我为啥要删呢？我说我看着闹心呗。然后老公说的，我也没有啥事瞒着你的，就我整个这恋爱史你也都知道，就我一共处过4个对象，你1.53米，在里边排第2高，你不还老埋汰我这审美有问题呢吗？再一个，你说照片里头的这个人，我跟他俩13年没见过面，没有联系了，你说你跟他较这劲干啥呀？最关键的是，我电脑里存的照片都是按照年份，也不是按照人。如果你打开我电脑，发现里边有个文档是以他为名，完里边全是俺俩照片，那算是我对他肯定是还有怀念。你现在打开的是2007温哥华，就他就只是我就2007年那年在加拿大的，就是记忆中的一部分呗。我说我塞不塞内增高也是错，你有没有07年也得活。美好的记忆叫岁月，误入的歧途叫蹉跎，删了吧。我老公说，假如你有前男友，然后你电脑里有和他的照片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我说好饭不怕晚，好人不揭短。你明知道我没有前男友，为什么要在这做这种就嘲讽般的假设？然后老公说的，行，你赢了，我都给删了，行不？我瞅他那样，我说你别整这出，不行，整的像我在这故意放歪，就你受多大委屈似的。咱一会儿不上艾莎那去吗？咱问问艾莎咋说，就别整的像我一个人就不讲理似的。然后俺俩就上艾莎家了嘛，就把这事跟他学了。结果我这个猪队友艾莎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这么辛苦的为你们俩营造了一个浪漫的午后，你们俩就跟这玩了吗？我说你就告诉我你觉得该不该删吧。艾莎说的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翻篇吧，因为我个人经验呢，我和我前男友因为他电脑里边前女友的照片也闹过矛盾，他当时的表现比你老公聪明多了，就告诉我没问题，我都给删了，但其实根本没有用。你以为他们切断了过往，其实就是换了个文档。你永远不知道他究竟删没删，说不定就上传到天上，哪朵云里头飘着呢。而且艾莎还偷摸跟我说呢，就是你越纠结，显得你心眼越小，显得你像特别暴躁似的。你说2020年本来大伙就都挺不好过的，你为啥非得引导他去怀念2007去呢？我一听好像也有道理呢。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迷糊了，但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像艾莎一样想得开，还是像我这样想放歪呢？哎，你们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在我走之前，在机场跟我说的最后一番话是啥吗？老浪漫了。她不是有工作不能跟我走吗？我当时独自离开的时候哈，一瞬间理解了很多男人想要勇闯天下，然后跟自己心爱的女人说我养你啊那个心理。我当时我就想哈，我还是赚的不够多，你说我要是赚大发了，当时我立马我就以户主的角度，我就呵斥他，你进，把工作给我辞了，跟着我回国隔离，绣好十字绣，扎好红丝带，苦读东北古诗书，学好鸡酸菜。等你被放出来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买个小 GUCCI，做个惹妈鸡，配个小 mini，你给我生仨小 baby。
完了，我现在就感觉当直男癌的感觉好爽啊！但是毕竟现在我还没法主动跟他说我可以养他嘛，就他一天也挺上食的，也不是很好养活，所以在机场我就得独自离开了嘛。哎呀妈呀，多少年都没真正拥抱过的老夫老妻了，我老公居然突然之间主动索抱。我吧也不是说就不能拥抱他，主要是他这个肚子吧顶出来3尺，我现在这肚子呢也能有20万，俺俩一拥抱挤肚子，你要想不挤吧，你就得咱说撅着屁股拥抱，你说跟大力选手似的，也挺不值的。完事儿，我大胖媳妇抱着我就跟我说啊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大胖媳妇吧，平时跟俺俩性格差不多，就没有一本正经说话的这个能力。哎呀，当时我说你说吧，什么事儿我能承受得了。完，我老公老正经的跟我说，你现在独自离开，你要一个人面对的是花花世界，五彩缤纷，美女的柔情似水，帅哥的双眸如春。我非常了解，就有很多亚洲女生追剧看节目的时候有这个认老公的这个习惯，就看着小帅哥心里就以心相许，就当老公了。那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你这次回去，你说不定能看着活的。那如果你就想现场就认老公，咱说一激动一下认好几个，我也能理解。只要你记住，你还有个大老公在伦敦等着你就行。当时我就寻思啊，你说这老公多明事理，还给自己立个头牌大老公。我当时就是感动了，完事就想抒发点感情。完我抬头看他的时候呢，眼睛有点红，结果他整一个，哇，你的眼睛真的好小啊！这么一红，你看起来特别像一只过了敏的王八，像一只过了敏的王八。反正俺俩的这点温存呢，就这么破灭了。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呢，既然这么贴心，我呢也不能没有表示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媳妇儿，现在在家呢。你天天我走了以后，你得带孩子做饭，挺累的。他呢就帮你收拾收拾屋，可勤快了。我老公当时眼睛就亮了，什么血统的？我说跟我一样，中国原装。我老公回家之后发现了这个小媳妇儿，她呢是个科技小怪人，看着这闪光的科技给他乐完了，天天就看他这可人的小媳妇儿满屋跑着给他收拾屋。关键是吧，他自己能扫能吸还能拖，还可以用东北话打动你的小心窝。你看我老公跟他小媳妇还唠上了。干啥呢？定位成功，继续干活了。完，我老公有个好朋友叫 James， 那更是个科技狂人，俩人天天比谁组装的电脑更牛。那家伙整个电脑放7个色的光，书房照的跟夜店似的。我老公在电脑上财力不如人，一直没占上风，就拎着个这个高科技酷炫神奇机器人跑 James 家跟人嘚瑟去了。而且为了造势啊，我老公居然自己带着个无人机去的。你说你上人家室内，你除了自己吐脑勺子，你能航拍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完事这俩大老爷们无声的瞻仰着人类科技文明的伟大结晶，都不动地方。这东西呢，特别适合你自己特别懒或者特别忙的，你就给他空间，放手让他大胆去爱吧。给你收拾屋的同时，肯定啥也不碰，啥也不打。充一次电，你200平的房子也能给你一次性收拾完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家300平，你也不用跟我说话，我也不是很喜欢你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 James 的意思呢，就是这机器人已经在他家都建图了，那就别让他走了。反正人家乔迁，俺俩也没送啥东西。你说人家爱的执着不放手了，我老公这回后悔他嘚瑟了。在那会儿，人家这是我媳妇给我的，为了得到她，你都不知道我承诺了多么厚重的代价。